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讲第八课，策略的批量对比。那本章的内容学习目标是掌握多策略的一个对比。多策略对比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同时用一个数据，然后用多个策略进行一个批量的一个回测。我们简单来看一下这个脚本啊，这个脚本我测试的是策略一、策略二、策略三。那我们对应一下，看一下代码。这里面的代码就是在 Stage 里面的这几个，它有这个是官方自带的这个策略啊，策略一、策略二、策略三。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行就可以去测试这几个策略的一个效果。那测试的时间是15分钟周期，然后7月到9月的这个数据，我们来看一下效果。这里已经打印出来了，这个就是策略一、策略二、策略三，然后交易的一个次数，然后它的这个总收益情况，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总结。那我们继续先往下看一下，它首先输出的是每个策略的输出的特点，每个策略依次执行，最后显示这个汇总的一个对比表，然后自动按关键的指标进行一个排序。那这个是通过这个批量的脚本的方式进行一个执行的。那我这里比如说设置了5个策略，那它这个就呃执行的就是这5个策略，然后它这边通过这个 for 循环，就是这个策略表里面的 for 循环，然后执行策略。那运行的时候，上节课的内容讲过了，就是执行这个脚本，然后最后就得到了它这个测试的一个结果。那默认的它的这个默认排序，按照总收益的这个高低进行一个排序啊。这个可以看到动量策略它的23.45，然后003是18，那均值回归是11啊，002是最低的。然后如何识别这个最佳的一个策略？那就是通过这个收益，一种情况是这个收益优先型啊，你的这个总收益多少？那那个这个动量策略的话，它的这个总收益是23.45啊，它平均是1.52，那这个就是按照这个类型来评判的话，那它就是一个最优的一个策略，它这个就适合激进的这个投资者。你的这个收益率越大，它的这个波动性也会越大，因为你选择的是这种有一定风险性的，所以说它这个适合激进投资者追求高收益，但是也能承受较大回撤的。那如果是你是风险优先型的，就属于寻找稳健的，那你就要更多的关注这个回撤的，最大回撤小于2.5，小于5，然后下午比率大于2.5的，胜率较高的这种的。但实际中可能达不到这种程度啊，可能有就六七成已经很好了。然后它适合的是这个保守型的投资者啊，注重这个资金安全，然后无法承受这个较大的一个回撤啊。平衡型的你就折中考虑就好了，收益总收益大于多少，最大回撤小于多少，然后胜率多少胜率，然后下午比率，嗯，可以比这个激进型的高一点，比这保守型的低一点啊，这个就是呃折中的平衡型的啊。它这个适合大多数的一个交易者，然后追求这个稳健的收益，长期的一个持续的一个盈利。那这个是它的一个评分的一个公式啊，呃，你的这个收益权重占多少，风险控制占多少，胜率的权重占多少？那这里收益的权重占30%，那这里到时候就可以通过总收益，然后乘以30，然后再呃乘一个100，然后最后再乘以它的这个系数，这个就最后就是计算它的一个总得分嘛。那交易频率的一个得分标准，那这个小于10天的这种的样本太少，不建议啊。那我们中间的应该要取这个30到80天之间的啊，它的这个或者这3个也都还可以啊。低频的适合这个，然后这个是高频的，然后这个是实际评分的一个案例啊。
那比如说这个动量的这个策略，它的这个收益分、风险分，还有这个胜率，还有夏普的还有频率啊，这个是它的一个总评分。那这里它的给出的这个计算公式是70多分。那如果是这个 stage 001的话，它这个的评分就相对来说比较低了。那这个策略相对来说写起来比较简单啊，你看一下啊。你看一下代码的函数就比较清楚了啊。这个是基于价格动量和相对强弱的啊。它这里面的这个是 ROI 的一个配置啊，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策略的一个控制。你看它这里面的条件就占比很多，RSI 的、ROC 的这个 MACD，然后动量的、CCI 的、威廉的，还有这个趋势确认的 ADX，还有这个成交量参数、试算参数。那实际当中，不一定要用到这么多啊，条件越多的，有的时候会容易过拟合，需要这个挑一些重点的，你觉得适合的这种情况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自带的这个策略啊，它这个代码很少啊，它这就是一个指标的计算，然后入场和出场的时间就这么简单，一共就100多行代码。刚才那个代码可以看一下啊，这个代码400多行，差不多是它的3倍多，快4倍了。然后我们继续往下讲，这个就是一个策略的一个决策树啊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你要排除，第一步你先排除不合格的策略，然后根据一个目标分类，呃，验证样本量，然后就是一个最终的一个确认。你也可以通过这个 Python 的这种自动化脚本去这个选择，把这个策略加到里面，动量，stage，然后，你要不够的话可以再多加几个，然后这个就是计算它的一个得分。啊，这个就是过滤它不合适的，这个就是策略的一个排名。那只要把这个生成放的代码放在这个工程下面运行一下，就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代码块的一个结果了。然后不同市况下的，就是不同的市场情况下的这个策略选择哈。牛市的情况下，特征它是这个持续上涨，然后回调幅度较小，成交量放大。实际上它牛市也有可能有这种急跌，但是它急跌的话，很快它就会拉回去了。这种情况下推荐的策略就是趋势跟踪的这个策略，你一旦抓到以后就跟着趋势不跌破止损线你就一直拿着，然后动量策略也很重要，因为你这个涨到后面你的量能要跟上，如果你的量能没有跟上，那最后它就支撑不住这个整体的行情。然后突破策略也很重要，就是一旦突破了某个关键点位的情况下，然后这个可以一直拿着，但是这个情况，单边的行情一定要避免，就是说用均值回归来做啊，这种很容易打脸啊。案例的话，这个就是动量的，然后这个突破回撤的这些策略。那熊市的策略，它的一个特征，熊市的一个特征就是持续下跌，反弹无力，成交量进行一个萎缩，尤其是那种阴跌的情况下，是最不能抄底的了。你如果是急跌情况下，你还可以通过做 T 的方式来把这个成本降低，就是日内做 T 的方式把成本降低。但是你一旦是那种阴跌情况下都没有反弹空间，每天一两个点一两个点往下跌，这种情况你一让把这个 K 线拉长，你会发现它的这个下跌的幅度是很恐怖的啊。那这种策略的话，用推荐就是保守型和防守型的一个策略啊。然后如果能做空的话，就尽量做空。那个避免就是激进的去追涨，尤其这种熊市情况下，不要尤其是熊市突然间反弹一天情况下去抄底，这种风险非常大啊。人家是在做 T，把这个低位把这个价格拉起来，然后把这个仓位踢掉。你在高位的时候，你觉得它反弹了，冲进去，那实际上人家的仓位平掉以后，手中筹码平掉以后，就是比如说他原来有100万的股。那他做了一个 T，他先买入100万，在底部负几的位置买入100万，然后他在这个拉到正数的时候，他把这个手中的他手上就有200万的股了，
然后他把这个手中的这个100万的股再卖掉，在高位的时候卖掉，你这个时候追进去的话，他剩下的股就拿来砸盘了，他明天可能直接就是一个低开，你这样的话一下就容易被套进去了。所以这个熊市下跌的时候，一定要低吸去博反弹还有可能哈，如果是那种高位的这种反弹去追的话是非常危险的。应对策略就是降低仓位，然后提高这个止损的这个标准，减少交易频率，或者是暂停交易。震荡市其实对这个技术派是最适合、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横盘整理里面它有个区间的一个波动啊，区间波动箱体越大的情况下，它就会那个操作空间就越大啊。这个时候它这种有一个假突破的情况比较多啊，你可以把 K 线图拉长一下，比如说这种一个箱体，你要把这个中间最高的点和最低的点都给它包括进去，然后最好还要加一点点冗余的情况啊。然后比如说最高点在这里啊，你最好要加一点点冗余的位置啊，防止它这个假突破。最低点也是一样的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就在这个箱体中间，自己寻找一个中位线的位置，高抛低吸，或者是网格，或者是这种通过 RSI 这种交易的方式，或者是这种均值回归的这种方式，用布林带的也可以啊，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。那这个就是震荡市里面比较适合的，但当然最不能做的就是趋势交易了啊。前几节课也讲过，这种情况你到了这个突破，你认为它突破，它结果它转头就往下，你这个时候如果止损来得及还好，如果你死扛的都很容易出问题了，尤其是这种加仓的这种死扛的。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案例策略啊，这个是均值回归、网格交易和这个布林带的这个反转的策略。然后啊，实战的这个建议啊，将历史数据分成不同的这个市况进行一个这个测试啊。那假如这个是1月到3月是牛市，然后3月到6月、4月到6月是震荡的，然后7月到9月是熊市，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分成不同的阶段进行一个测试啊。然后策略适应性的一个矩阵，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的这个做一个评估啊，哪个策略在哪个行情当中它是更适合的。这个是批量回测多个策略啊，这里5个策略，001到003，然后均值回归和动量的，然后制作这样的一个表格。那任务就是要制作这样一个表格，然后进行一个对比啊。然后选出这个最佳的一个策略，选择你自己最适合的一个策略啊，然后进行一个交易。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，好，谢谢大家。